国要干大事啦，结果呢，背后原因还是中国。到底美国要做什么事呢？今天带你快来看。嗨，大家好，我是志玉，今天跟大家聊聊金融市场。在9月底有一只黑天鹅要飞过来了，赶快现在先提前啊，请大家好好的放在心上。但首先呢，还是要跟大家来聊聊联准会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动作。我们看到了之前大家很担心说经济数据好像没有那么好，于是呢大家就担心说可能要一次降2码了，于是你看金融市场就大震动了哦，大怒神又开始上演。但是呢，现在大家恢复了，慢慢再看到8月份 CPI， 你就觉得好像还 OK 啦。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这个Fed Watch 呢，现在默默的还有一些重大的一些这个投行，大家的预测都认为可能9月份就是降息1码，应该不会有2码的一个状况了。现在呢，降息1码的一个几率呢又开始飙升，2码呢现在几率越来越低了，应该就是1码没问题。不信我们来赌鸡排。好，但是呢，我们看到降1码，那大家还要问的是，那到底今年很可能会降多少呢？现在呢，大家认为可能就是1码的降，但是普遍大家还是认为可能到今年年底可能还有100个基点的空间。大约就是顶多最多降4码，但很可能就是降3码，完成今年开始降息的一个状况哦。好，那当然呢，现在要开始往下降息了，于是乎大家就要开始重新调整一下你的投资步伐了，对吧？所以我们就要带您来看到最近啊，上一次的股灾，当然就是因为大家说那个正央在日本，就是日元的套利交易，现在进入了最后的尾声，所以呢，大家结束套利交易，钱重新回到日本，于是呢就开始全世界金融市场的一个大震撼了嘛，对吧？那现在呢看到了这个日元交易到底完了没啊？很多人说还没有结束哦，还在 ING， 所以呢，大家心里随时要有准备。因为什么呢？我们要带你看到，现在不是联准会已经确定要开始展开它的降息循环。那日本呢？现在的日本央行还是挺鹰派的哦。他说，只要是经济数据 OK 的话，我是会持续升息的哟。所以你就可预见的是，现在美日之间的利差会越来越收窄。收窄会有什么样的情形？上一次的情形就是所有借日元，然后全世界去赚钱的钱要重新的回流到日本。那怎么回流日本？我当然是要把我买的各项赚钱的商品给卖掉，就会发生像上一次大家看到的，全世界的一些明明好好的商品都被卖到歪掉，那就是因为大家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什么样的原因，反正我就是要卖，卖了之后我钱要回到日本去。好，那所以呢，这样子很可能股灾会再现哦，大家首先这一点要放心上。好，那再来你就说好，没有关系，股灾那我就赶快来操作日元也可以。那于是我们就来看，那日元就从此走升吗？没有错，因为日元呢，过去不断的一个走贬的一个趋势哦，大家都觉得操作日元就是一个送分题，然后日元呢变成了全世界最大的融资货币，大家都在借日元，几乎没有成本。借了之后呢，我就开始前进美股，因为很好赚啊；我前进债券很好赚啊。那我前进各个国家的一些金融市场去买股票，随便只要利率有2%以上，我都稳赚不赔。这叫做日元的套利交易。于是呢，全世界人都在借日元，变成大家都那样做，拥挤交易。所以呢，当一反转，当日元的贬值趋势呢，你就确定它就是结束，因为日本央行就已经明白告诉你，除非你听不懂人话，我就告诉你我要货币政策正常化，那就是要升息了嘛。所以呢，你就看到大家就开始抛售他手中的所有的金融资产，回到日元。好，那接下来呢？可以很大胆的告诉大家，日元的一个贬值趋势已经结束 ，ending the end。所以接下来你要看的就是日元要开始走强，但是它走强的一个步伐、走强的速度、走强的一个频率、走强的一个它的一个这个曲线是怎么个走法就很重要。所以呢，我们要先告诉大家，过去呢这个日元不断在贬值哦，主要就是美日的利差。那所以呢有利差，然后大家就开始借日元，然后把日元给汇出，所以日元就越来越贬，越来越贬，不断的贬值嘛。以前是这样的状况，但我们刚刚已经告诉大家了，现在已经情势逆转，所以呢美日之间利差开始收窄的时候呢，就会有反向的交易状况，所以呢这个日元就会开始走升，所有的金融资产被卖
卖掉了，那别人股债他不管，但钱会回日本，回日本日元就升值，就这么简单。好，那再来呢，就看到了美股的表现，更是推升日元走强的其中一个因素。为什么？以前大家讲我是借日元去赚钱的，但你现在美股表现不好，那我就赚不到钱，我又何苦啊？所以呢，我当然就是赶快卖掉，干脆就还钱啦，我就不做了嘛，对吧？我就赚了多少，我就赶快放口袋。所以呢，美股的表现不好呢，也是一个反向的原因哦。那过去呢，颠倒来讲，过去是美股很好啊，其他的金融市场很好啊，那我当然就是赶快借日元去买那样的商品。所以现在就是整个逆转的一个状况。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日央，日央过去呢，它是不断在购债的，因为它要支撑它的经济。日本的经济不是失落了几十年吗？所以日本的央行不断在购债，不断宽松。但是呢，日本的央行已经不购债了，不买了。好，那不买了，它收手了。于是呢，默默的，这个日本呢，我们看到它的实质利率也会开始慢慢往上来。所以呢，这一切这三大因素都是在告诉你，日币啊，现在要开始走升了。所以呢，如果你还没有买到日元的甜价的话，那你就是只好等哦，等它每一次呢，可能有一个这个涨幅涨很多，然后波段拉回的时候，就是你的买点了。你要说再回到过去那种150啊，哇，接近160，没有可能了。现在大家都在看，或许到2025年你会看到138。但是最近没有那么快，先别急。目前我们看到了这个日本哦，他们现在很多的一些投资机构，他们的预测是，他们认为大约最近可能你就会看到在143到148中间，可能是来来回回。但你要看到过去那种非常便宜的日元150，超过150没有了。好，这点告诉大家。好，那再来呢就要看了日本，你就说，日本的现在政坛正在一个交替期啊。岸田文雄说，他不当首相啦，那于是他要交棒啊，那交给谁啊？那下一任的首相他到底对于这个日本的货币政策有什么样的看法？那我们就要告诉大家了，这一点大家也不用担心，因为现在呢，台面上热门的几个人选，每一个他们都支持日本的货币政策正常化，虽然他们的原因可能有一点不同。有的人觉得说，因为日币这么样的便宜，日币呢一直弱势，所以导致他们进口的商品变得非常贵，他这样民不聊生啊，大家这个很辛苦啊，所以呢，他认为日币呢应该要适度的引导他，让他不要再那么样的委屈。好，这是一派的说法。另外一派则是觉得说，日本现在我们的经济已经没问题了，而且日本已经开始加薪了，他们的薪资呢已经开始实现实质的正成长，那当然就是可以让它货币的政策正常啊，当然就可以升息啊。所以呢，大家有不太一样的理由，但是目前台面上3个很可能当首相的人都赞成让它正常化，所以那就没有什么悬念，对不对？没什么好说的，日币就要走强了，所以就这么简单。好，然后呢，再来就很重要了。如果日元呢，大家心里有底，说它接下来的一个走势是什么？你要看的就是美国接下来有一个很大的黑天鹅可能会发生，可能会飞过来是什么？美国他们的一个财政年度9月底是一个计算的一个 deadline。好，但是呢，到9月底会发生什么事呢？美国政府又没钱了啦，他们的一个这个所有的一个预算又要用光光，又要破产，又要关门，又来一次了。那当然啦，今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应该没有一个党会希望在总统大选之前，然后搞到整个国家破产关门吧？那你要不要选？别选了吧。但问题是，川普可不是普通人啊。川普说不行，他说今年他要推动一个叫做保障美国选民的资格法案。他说如果这个法案没有过的话，那我才不要管你呢！你那个预算案我就不要让你过，就让你国家关门。那这为什么？因为他说因为他上一回选没选赢，他不就讲说有的人做票吗？干嘛？他就讲说这很多移民都给我乱投票，你就很 confused， 说移民也可以去投票嘛。然后他说不行，你每一个要投票的人都要给我验证你的身份，你要拿出你的一个这个身份证明，证明你是美国公民，你才准进去投票，那就很麻烦嘛。所以呢，现在的这个法案呢，他就讲了，他说不管你就是要给我通过，你就不通过我就要叫这个共和党大家都不要通过你的那个预算法案哦。但是呢，现在是说啦，到底9月30号这个预算法案能不能过？9月30号美国政府真的要关门吗？如果真的要关门的话，那可能美股可能又要来一次崩跌。但是呢，我们就乐观想应该是不会啦，但是难保
川普很疯嘛，你不知道，所以呢还是要放心上。你就觉得他明知不可能，但它就发生啊，那就黑天鹅。所以呢，只是提前告诉你，可能有这样的一只黑天鹅。另外一个，只要带你看到这个，可能在未来大家的投资当中，可能你要放心上的是，现在很多世界上都有国家的主权基金，对吧？那最大的是挪威的主权基金，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规模高达1.7兆美元。拜登他在卸任前，他现在已经努力在推动了，他们要成立美国的主权基金，为什么呢？要跟中国对抗，因为他说啊，中国呢什么都用国家力量那么强，那现在呢我们这个美国也要来。以前觉得说，我用国家力量去跟人家在金融市场在那边投资，好像有一点胜之不武，我国家那么大，对不对？我美国那么棒，所以呢他就不来这一套。但是呢他现在默默觉得不行哦，这个美国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强大了，人家中国的主权基金那么大。随便我用国家力量支持什么样的产业，那个产业都一飞冲天，对不对？那我也要。所以呢，现在美国拜登就说，那要成立一个主权基金。那其实呢，这个川普当初也是非常同意这一点。他说，成立一个美国主权基金就是2兆美元呐，我就会成为全世界最大呀。那当然了，讲回来，拜登才是现在的总统，他为什么要成立这个主权基金？他说啊，他说中国呢总是用主权基金去投资一些关键的原料，会去投资一些非常新兴的技术。那你用国家力量去扶持，当然就最厉害。所以呢，他说他不能让他美国呢输在起跑点。那他美国的主权基金未来也会拿来做一样的事情，他也要去支持一些新兴的一些技术，他去支持一些这个比如说核子的一些相关的研发啊，或者是太空啊，各种的，反正呢就是绝对不能落人后啦，不能落后给中国。所以呢，现在到底美国的主权基金会不会真的在拜登卸任前成立呢？就让我们拭目以待。但是呢，你就看到美国做什么事情，现在背后原因都是中国。好，他真的是心上都永远放着中国啊，这到底是爱还是恨啊？就让我们再继续看下去了。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在9月底呢，可能会有一些变数发生，大家要放心上哦。希望大家投资非常顺利哦。我们下回见，拜拜。